你告诉我说最近流行一种说法叫 I 人跟 E 人，是在中国社交媒体上面非常流行的，突然变火了。这是两个缩写嘛 ，I 就 stands for introverts， 就是英语里面的可能是表达内向那个词、I 人 ，E 人呢就是 extrovert， 所以它简单来说就代表内向和外向的人。这么看起来啊，我觉得像京瓷的老板稻盛和夫，他肯定是一个内向的人。哦，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因为他说敬天哀人嘛。这个嘛。那我再来问你啊，像黄明志还有周杰伦，他们是内向的人还是外向的人？就看这样子也比较像那个典型的 I 人嘛，看上去是丧丧的、帅帅的。不，他们都是艺人。哦，真的吗？因为他们是唱歌的，所以他们是艺人。太冷了，好冷啊！觉得冷，说明你就是 I 人。那我们来讲一讲自己吧。我们先从 Wilson 开始，你觉得他算是一个 I 人还是 E 人？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些故事啊？我觉得他是可爱可义吧。是啊，我印象最深的就小时候，在中国总是有很多的亲友聚会嘛。那每次在他很小的时候，只要我们到了晚一点，比方说亲友都做的差不多了，我们到，他就会吓得回头大哭，就像那个小猫看到我一样，怕得要死，就急着撒腿就要跑的那个样子。对，小时候看到人哭，接下来长大了会说话了，你让他去叫人，开口叫人这件事情的不是那么容易。那你为什么又觉得他可义呢？你看以前在家里面，如果请他的朋友们来我们家玩的话，哇塞，疯的那个样子呀，包括跟他们同学们出去玩，你就感觉他是很想在人群当中吸引他那些小兄弟们的注意，会做一些很疯狂的事，这不是典型艺人吗？那算是对熟悉的人。对啊，你刚刚也说你算是一个资深的 I 人，你小时候因为 I 人这个事情可没少受苦头吧？讲啊。我小时候嘛，因为我小时候跟我表妹一起在我奶奶家长大，我表妹是属于典型的艺人嘛，嘴巴也特别甜，我就是属于资深的不会说好话的人。小时候她只要做了什么坏事的话，就嘴巴很甜嘛，就哄得我的爷爷奶奶啊、我爸我妈都很开心嘛。我属于宁愿被他们抽，我也不会拍他们马屁。就是宁死不屈啊！对，革命志士类型。对啊，而且一言不合吧，我妹妹就属于拍人家马屁，然后把人家哄得很开心。我就属于一言不合，我就一个人生闷气，会生很久。接下来我爸妈就批斗我说我这是孤家寡人，说我这个样子到社会上一定会栽跟头。反正从小就是批评我、打压我。我没有朋友嘞？对啊。那我小时候就是被他们讲的，我觉得说没有朋友是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我就很怕，我就开始twist 自己的这个个性去从事社交。但是我发现我不想说这个，真不想说。所以你还是坚持爱自己。对，我就坚持爱自己，我就发现哇塞，我这个资深爱人在职场上吃得超开啊。有意思啊，我有点跟你差不多，但是呢，别人对我的观感是相反，因为我以前要和人做大量的打交道。你看我从事的工作也是 HR 和猎头这样的事情，大家都会觉得说你怎么可能内向呢？你那么多，我也不大相信你是内向。他们都觉得我是非常外向，可是呢，我其实是内向。你看我们针对内向和外向就有了不同的认识。你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现在这么流行的讲内向叫 I 人，外向是 E 人，哪里来的？介绍一下好吗？这其实是源自于已经流行了10多年的一个人格测试，叫 MBTI 嘛。很多公司的 HR 用这个来给员工做培训，就是使员工了解自己是怎样的一个人，接下来发挥他们的优势嘛。这里面它就是把人分成几个就是缩写嘛，其中这个 I 跟 E 就是比较典型的第一个分类。对它分别的就是你是内向外向。可是心理学家因为 MBTI 来自于对母子对荣格心理学的研究，应该这样说吧，我想引用一本大概10多年前出版的一本书，叫 Quiet in the World That Cannot Stop Talking， 就是这个人里面定义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他说所谓的 extrovert、introvert 都是相对于一个标准来衡量的，那就是你是从和人相处还是和自己相处的过程当中获取更多的能量，去复原，去让自己鼓舞，是以这个标准来判定的。所谓的 E 人，他喜欢群居，他喜欢社交，他喜欢和多人的交往当中去能够获得超多的力量，然后获得超多的点子，这是他生活的重要一部分，就等于是给他加油鼓气。但是 I 人他倾向于跟自己的独处，自己去思考
包括比如说有一些 I 人典型的看书啊、刷剧啊这样的自我写日记激励，对，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倾向用一种深层次的自我交流获得能量。其实荣格他原始的定义也差不多，他来区分 I 和 E 呢，说你是倾向于在宇宙当中吸收能量，还是向外去释放能量？对，那你可以听得出来 ，E 人一定是倾向于向外释放能量，对那 I 人呢去吸收能量来给自己充电。对，那他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啊，就好比说你下班之后已经很累了，你是倾向于说，我们跟朋友一起出去喝酒、唱 K、聊天。还是呢，我就在家看像你讲的刷剧啊，看看书啊，我要尽快的放松，来给自己补充能量，获得休息。Me time 还是 us time？ 在 MBTI 的一本著名解释它的书叫《天资差异》里面，也举了一个例子，说这就好像你自己是自己的这个将军，这个将军是喜欢在帐篷里去指挥千军，还是在外作战，是有这样的一个差异。为什么现在的这个 I 人 E 人这么会变得流行呢？你的观察是什么呢？我觉得大家可能就像我吧，我经常会说，用这个自己是 I 人去作为一个挡箭牌，去不做自己一些不想做的事儿，比如说按门铃，家里有人来了开门这种事儿，我是绝对不爱干的。以前送快递、送外卖也是叫你去干的。那你很极致啊！什么？你的手机啊来了一个亲戚，或甚至于是父母的电话，你说你帮我接一下，你说你极致吧？我觉得。我就不太喜欢这个样子，有的时候是不愿意和人打交道，但是像那本书里面Quiet 那本书里面说的，其实我们 I 人是有一个非常强的能力的，是它的可转换性，它是 amphibian， 就是两栖动物，它是在社交属性呢，如果必须要去做一些事，比如说我为了工作，我为了挣钱，我可以出卖自己的所谓的 I 的灵魂。你把你的 I 的优势我们先藏起来，先回答刚才这个问题啊。你觉得为什么现在大家这个说法变得特别流行呢？除了挡箭牌，还会有什么？这个是挡箭牌，还有可能是看了那本 Quiet 这本书里面，他提到了 I 人所具备的一些特质，比如讲说什么爱因斯坦、比尔盖茨啊、Steve Jobs， 他们都是典型的 I 人。I 人具有 deep thinking 的这样一个能力。所以你说自己是 I 人，可能他就是给自己贴了一个隐藏标签，这是一种很好的贴标签的心理学工具。他觉得我是 I 人，别人就是这个人可能心思缜密。对对，这好有趣啊！你像心理学的工具很多啊，什么 DISC 啊，颜色性格理论啊，什么把人比成动物啊，一大堆都要比 MBTI 简单，甚至于是它的演绎。但是 MBTI 却变得越来越流行，说明它这个理论可能还是挺有生命力的。而且你看，特别好玩的一个场景，你看在社交媒体上面标榜自己是 I 人的，远远多过标榜自己是 E 人的。我个人觉得，除了理论的生命力，还有你讲，大家可以拿来我给自己贴个标签，我是 I 人，我不是 E 人。这么讲，好像 I 人还要得力一点。对啊，它是一个大家贴标签的，是不是说现在人也会变得更加关注自我了，关注自己的一个个性啊？他会拿出来使用。对，第三个就是说，现在在职场领导力上面，在那本书里面，他也突出了说 ，I 人其实具有非常强的领导 leadership， 他是更容易去团结更有实力的那一波人，而不像 E 人，我们传统认为说很能够来事儿。很有感染力，很会做 public speaking， 这好像是一种典型的 E 人上的这种所谓的 quality 品质嘛。但是渐渐人家就是发现，可能这只是一种表象，因为 E 人他的所谓的思维是浅层的、跳跃式的，他的人际网可以织得很开，但是可能没有那么深的这样一个接触。所以说，现在 E 人反倒是成为了领导力的另外一个反面教材，大家开始推崇 I 人领导力，现在开始变成为 I 人平反了。对，我记得啊，讲到这个，可能也是和现在大家职场环境啊变得越来越怎么讲，更加 subtle 了，更加进一步的要去研究这个，不懂和经济情况变化有没有关系？但我记得呢，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是有点自卑的。我是很想从事销售工作，你不是？你肯定我是对，我搞法律我就销售。OK，法律的尽头是销售。对，法律就是销售啊。任何工作的尽头可能都是销售。对，但是我家里人都说，你行吗？这个要很多社交啊，会来事儿，要做很多事儿啊。对啊，我其实自卑也自卑在我在想，我到底行不行？
我看你挺行的嘛。我长久都是纠结于此，而且上班之后，我们不是刚看了早期的一些职场的理论，我们那个时候将近20年前那些书还是比较简单的，我觉得他还是告诉你要去多活动要去多社交要去怎么样和人搞关系。卡内基的那本书什么 How to be friend。对，如什么和任何人成为朋友等等等等，好像那种书其实让你越看越自卑。这是不是就艺人的天下？好像你要做 CEO 你为了要晋升做高管，你要有出息，只有做艺人只有变得很外向一条路。你把自己往艺人方向去培养。对呀，但是随着学习，我也是很早就接触了 MBTI， 我就知道 OK 这事是改不了的，基本上你后天改变的可能性不大。但不过你也讲了，现在既然是为 I 人平反你作为一个资深的 I 人来谈谈看吧 ，I 人到底还有哪些优势啊？我觉得 I 人就比较直接嘛，他是通过一个人自我的很长时间的去可能思考某一个问题之后，他能够把自己的观点先是内部修炼的打磨的非常细腻缜密之后再抛出去，这个抛出去之后就引发很少的时间让大家来帮你在群策群力的更美化，对吗？这是高效的一个体现。我个人也是作为一个 I 人吧，我觉得那正好呢，我可以找到适合我的工作比如说做一些HR 的工作，虽然需要和人打交道，但我也把我们整个团队的定位成说我们就是去帮助别人的我跟老板就说了，我就想做一个最好的 supporter， 所以你们不要做的工作也都可以交给我，所以后期你看HR 行政IT 采购什么 Marcom 这些宣传就全部到我这边了，我觉得这可以去更好的就是去帮助别人我说我们成就别人就变成我们的快乐。I 人在舞台上发光艺人在舞台上发光发亮，我们 I 人就在下面给他们做鼓掌的嘛，人就可以了。对的。那话说回来我现在还是觉得艺人呢，他有他天生的优势，像我们公司那些凡是非常善于表达的善于表现的拿出来就非常自信的跟大家去滔滔不绝讲的给人的一个初始的感觉，就是你 from the first sight 你会觉得这个人好像挺厉害的，挺有自信的。但是很搞笑，我服务过2家跨国公司，我们那个公司的销售明星通通都是 I 人，是因为你们是 to B 的这个产品，对商业的嘛，超级销售明星全是 I 人。是的，那如果在零售领域的话，你如果太内向恐怕就不行了，就像我们见到了很多小哥你跟他问他都不说话，那就不行了因为 to B 呢，你需要去权衡各个相关的 stakeholder 之间的利益，你的策略还有你有毅力的去执行是非常重要的，它是一种叫复杂销售嘛，所以每个人我觉得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但是要尊重自己的个性，你不要去强行的改变自己，这恐怕是很难的。虽然你看大家都说我要跟你想法不一样你可能 I 人像我小时候经受爸妈的打压包括你自己，你观察到别人都是艺人你有一个强烈的欲望是怀疑自己嘛，可能 I 人必须要经过这个把自己转成艺人，发现这个艺人还是做的不爽，还是会慢慢的认清自己的优势在哪里可能他就得走这样一个弯路才能更好的成为 I 人。对，可能是他会有一个去认知这个世界和认知个体的过程。那艺人也有了，就像我之前公司的有一个同事，他是非常外向，他碰到挫折以后就非常down，他问了别人，原来了解别人对他的看法还有这么多的负面，他也经过了一段疗伤去认知自己回归自己的一个过程大家可能都有优势和劣势。对，我觉得所以我想讲更多呢，作为 I 人呢，不要过度自卑，认清自己，发挥优势。对，我们传统的理念说要取长补短嘛，这个不对，那个 Gallup 也说嘛 ，Find your strength， 其实你要扬长避短，你的长处足够长了，它就像一个影子一样，可以把你所有的短处可以遮掉嘛。对，你只有特点，可能不一定有什么缺点。那如果是领导的话，我也觉得有一个词，我们以前听节目的时候也讲过，叫 confidence 不等于 competence， 对吧？你如果是艺人你表现得非常自信，在那边侃侃而谈，老板也要有慧眼去识别。对，老板有时候会觉得他很厉害，你是 self-puffering 还是怎么样，就有可能会自吹自擂，会吃亏了。对，好，最后我想聊一下，为什么你觉得在大马你会感觉都是比较艺人会比较多？我会感觉还是 I 人也是比较多的。我想到一个可以解释的说法呢，跟你讲的可爱可依是一样的，相对内向，但是呢是比较
自然。我有一种对大马人的这种感觉，他们除了比较善良之外啊，他还非常自然，就问他一些什么事情，他不会遮遮掩掩，不会感觉到什么不好，非常不好意思，就那些没有必要的这种情绪，他们就很少的。我觉得可能跟教育还有社会环境不一样吧。我们的这种从小的所谓思想道德里面，这种非常深刻的需要大家去遵从社会礼仪，你不遵从什么样就打压式的，对，拿那种集体主义出来打压式的，人工的培养了很多 I 人。对啊，这个好像有可能会少一点吧。我觉得更加尊重个性。你看我们那天去看，你没有去，我和 Wilson 去看的，在古晋的华族历史博物馆，这里面展出的很早的一个教育家贴在学校墙上的一个，他们说大马的教育理念，它首先就是说要类似，就是说要做好自己，发扬个体。但是他的美德和为国家做了些什么？还有你看我们的教育当中，像 Wilson 他们以前，包括我们自己小时候，一篇作文要改，被老师改个4、5、6次，全部等于是重写的。其实对我们表达的欲望是很大的打击。对，就是在不停的打磨你的各个棱角，把你变成一个毫无特点，和其他人都长得一样的人。谁还愿意去表达呢？说不定这边的老师改作文就不像我们那样，所以大家觉得这个 free speech 呢，就真的是 free speech 啊。那往后看，你会希望啊，像Wilson 他未来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希望他像你刚刚说的嘛，他更多的在和自己长大的过程当中，明白说自己是怎样的一个特质的人，那他就做他享受的事情。但是如果他是 I 人的话，他也会渐渐的修炼出这样一个可爱可义的能力。如果他是一个 E 的人的话，那他可能有的时候需要慢一点，对吗？可能去做一些 deep thinking， 做事更稳一点。这个就随便他去了，我觉得都要碰壁也是他比碰壁之后转弯了，被打磨棱角了，这是社会大学修炼他的必修课。行，总之老实的对待自己。对，好。